小时候为了看青梅的棒棒糖，我说长大后要娶她，可我那傲娇的青梅表面装作嫌弃我，实际心里却在意的要命。直到18岁那天，我被迫出国留学，从那以后，青梅再也没有人约束，甚至成了全校坐拥14亿小弟的大姐大。多年后，我留学回国，就拖着行李直奔青梅家。我吼了2声：“许之夏，在家吗？”又踢了2脚门，可是门几乎是纹丝不动。我看了下时间，都已经晚上12点了，这么晚不在家，一定是在外面鬼混。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记得我的声音。电话音乐响了一会才接通。许之夏，你去哪鬼混了？我回国了，现在在你公寓门口，你快点回来给我开门。然而那边传来的并不是他的声音，而是一道陌生的女声：“你找夏姐啊，她有事在忙，你等一下再打来吧。”说完直接挂断了。我愣了下，心里顿时蹭蹭蹭的冒火，连个小跟班都敢欺负我，简直了。另一边酒吧包厢内，许之夏正在跟人喝酒，一个帅气的男生在他身边亲密地搭着他的肩，肚子疼痴迷地望着他漂亮的小脸，忍不住地凑了上去。像许之夏这么完美的女人，真的是世间难求啊！许之夏突然微皱了下眉头，眸中闪过不悦，直接把他推开了。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手机呢？坐在不远处的跟班于倩赶紧跑过来了，双手捧着他的手机。夏姐，你的手机在这里。这时手机响了起来，许之夏眯了一眼，看着上面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，接听后，许之夏，除了他的家人，可从没有哪个人敢这样吼他的名字。你谁啊？电话那边的。我顿了一下，你是许之夏吗？真无聊，我关。等等，你现在在哪？我过去找你。我急忙阻止他，就算我再不懂，也听出了他声音的醉意。这丫头很显然是跑出去鬼混，然后喝醉酒了。要是以往，许之夏直接就挂了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声音让他觉得挺熟悉的。他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自己的地点：我在爱坤酒吧520包厢。好，我马上过去，你等我。没等我说完，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。许之夏抬起手看着手机屏幕上切断的电话，酒精充斥他的脑袋，虽然还不至于迷糊，但也不是那么清醒。这到底是谁啊？敢这样命令我的男人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。不对，好像有一个。正想起了谁，旁边的肚子疼又靠了过来。夏夏，是你的新男朋友打的电话。许之夏不想理这个舔狗，往后靠到沙发上。于倩看他不舒服的样子，赶紧出去了，没一会就拿了解酒药过来。夏姐，解酒药。许之夏伸手就要接，但肚子疼却抢了过来。夏夏，让我喂你。许之夏现在整个人都懒懒的，并不想动，所以也就由着他来伺候。另一边，我得到了地址后，就出发去找许之夏了。终于到了酒吧，接下车后，我迫不及待冲到酒吧门口，找了半天，才终于找到了520包厢。我推门而入，直接气势汹汹地喊到许之夏的名字。许之夏，包厢里的人瞬间都目向我，肚子疼走了过来，满脸不屑。你是谁啊？敢这样喊夏夏的名字？以为这样就能引起他的注意了吗？小弟弟，你太天真了点儿。于倩走了过来，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找夏姐啊，她去厕所了，一会就回来。”肚子疼则是对我很不爽，上下打量着我，顿时感到不悦地哼了一声。别告诉我你就是夏夏的新男朋友，原来他甩了我就是看上你了呀！就一小奶狗也没觉得哪里比我好。这个一说出来，就让在场的女士嗤笑了一声。也就肚子疼脸皮厚，以为自己是六中的校草，就当自己是贵公子。此刻我满脸黑线，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小奶狗了，你能闭嘴吗？我又不是来找你的，你瞎嚷嚷什么？你什么身份啊？敢这样哄我？本来他心里就很不爽了，许之夏只跟他交往了1个星期就跟他分手了，我根本就不想跟眼前这个人啰嗦，我现在只想找到许之夏。我看向身边的于倩，女厕所在哪儿？你带我过去。于倩一愣，你要去女厕所干嘛？你不是说许之夏去厕所了吗？我不去女厕所，难道去男厕所找他吗？于倩这才反应过来，好像有道理。肚子疼紧张气爆了。这个小奶狗居然敢这样无视我自己，我好歹也是2中的校草，你凭什么无视我？肚子疼气的伸手去拽我的头发，我一时没防备就被他拉了头发，顿时头皮都发麻了。你放手，不然别怪我狠心了。我就是不放，你敢怎么样？我一个伸手便挣脱了肚子疼的左手，以我黑带实力的一脚将肚子疼踢倒。这个弟弟好帅啊！肚子疼狼狈的一幕已经被其他人看到，都发出了笑声。妈的，老子今天定饶不了你！有本事你就来啊！这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一听见这道熟悉的声音，便转过了身。许之夏。一听到这声音，许之夏愣了一会，错愕出声：“江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盈盈地笑了2声，朝他走过去。不错嘛，还以为你忘记我了，很好。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他面前，对着他的小脸，但只是一顿狂捏。旁边围观的人见到这一幕，都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天啊，这小奶狗居然敢捏女魔头！许之夏性感的眼睛一眯，及时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怎么了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更让众人震惊的是，许之夏不但没生气，说出的话还带着点哄我的意思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过来找你，我遇到多少事？我颇有些生气地说着，挣开了被他拉着的手，用手推了推他的额头。这一幕更是让旁边的人大跌眼镜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们2人的互动，都以为自己看错眼了。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那个傲娇十足的许之夏吗？江河，你这什么造型啊？头发这么乱的，美国现在新这种风格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许之夏不解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回来了。你这个男朋友厉害得很啊！我是进来找你的，他就找我麻烦，趁我不注意还拽了我头发。许之夏凌厉的目光顿时递向肚子疼。
肚子疼，你扯了他的头发，谁给你这胆子的？你敢动他？肚子疼之前还气势汹汹的样子，现在完全像蔫了的茄子。夏夏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跟你的关系那么好，是我该死，是我该死。我听着那啪啪的2声，还有他那委屈的模样，想想也就算了。我转头看着许之夏，怎么跟我回去？你们想玩就继续玩，不想玩就自己散了，我先走了。出了包厢后，许之夏满脸的疑惑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回国了？他顿时笑得有些暧昧地说，江河，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这么焦急的来找我，还跟我的前男友吵架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告白啊？小时候为了他追了个半年，我说长大后要娶她，可我那傲娇的青梅表面装作嫌弃我，实际心里却在意的要命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，想跟我告白啊？我抬起头对他微微一笑，然后伸手捏了一下他腰间的肉。许之夏的表情顿了下，你这家伙开个玩笑都不行，你去了美国几年，幽默感都没了。我今晚心情不好，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跟我开玩笑，你这是自找的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找你开门呢，我又没你家钥匙。我妈他们在家啊，你打个电话就有人给你开门了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的家基本上算是你的第2个家了。不对，你指的我哪个家？不会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公寓吧？对啊，不然我干嘛找你？你傻呀？你要来我住的公寓干嘛？时间都这么晚了，你就算想找个地方住，去找我爸妈就行了呀。你干嘛找我？尽管已经隐约中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劲，但他不想正视这个感觉是对的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你被许妈妈算计了。放心放心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什么鬼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从今天开始呢，以后我们就是未婚夫妻了，要同居在一起。好了，先回去。什么吗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拉着他回到了他所住的高级公寓。他按指纹进门后，我跟着进了屋。对了，你把我的掌纹录进去吧，这样我也方便开门。许之夏没想到我还要求这个，不给，凭什么？让你以后能自由进出我这里吗？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住这里，你不给我设指纹，难道你要当我贴身钥匙吗？谁让你住这里的？这可是我的私人领地。许妈妈让我住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许之夏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想起了我之前在酒吧的时候没有说完的话。你之前说我被我妈算计是什么意思？我点点头。因为我和你很快要订婚了，所以他们让我们住在一起，培养感情。你说什么？我和你订婚？这什么鬼啊？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，具体的原因你还是自己去问你妈妈吧。我懒得解释了，现在困得很，我要去洗澡睡觉了，拜拜。说完，我打了哈欠，对他挥挥小手，拖着行李往房间走去。喂，你给我说清楚了再洗澡，臭江河，竟然不理本小姐！第2天一早，我来到了客厅。许之夏，早餐准备好了没？快饿晕了。没有早餐，冰箱有吃的，顶着先。然后我打电话给我爸妈，让我爸妈接你回去。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你这里了，我完全不拘束，就像待在自己家一样。订婚什么的，我不会答应的。我耸耸肩，你不答应，那你就回去跟你爸妈还有许爷爷说吧，我可做不爱主。还有爷爷，这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许妈妈说了，周末你回去一趟，她会解释清楚。我显然已经看清楚了，只要是许爷爷的命令，他不从也得从。许之夏有些烦躁，不用周末了，今晚我就带你一起回去，说个清楚。我无所谓的摊摊手，反正我已经从了，他最后也会跟我一样的。对了，等会去学校带上我。你要跟我去学校？对啊，因为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学到你学校了。许之夏一脸要疯了的表情，但我可不管他了。终于是出门了。许之夏尽管有不耐烦，但也不好丢下我不管。快要到尚德高中了，因为是贵族学校，我立马喊道：停下，我在这下车。许之夏只好停了车。学校还没到，你在这里下车干嘛？我才不跟你一起进学校了，一定会备受瞩目的。我还是喜欢低调一点。拜拜了，你自己先走吧。有多少人想坐我车，出现在众人面前威风一把，你反而还嫌弃了？哼！我来到一个蛋糕店，指了指橱窗里只剩下1块的芝士可颂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最后一块，已经被那边的女生订了。被拒绝后，我走到那个女生身边，礼貌地问道：你好，你能不能把那块芝士可颂让给我呀？没想到那女生抬起头，居然是一个大美女，精致小巧的脸蛋，灿若繁星的眼睛，气质也很优雅高贵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高材生，这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她的嗓音好听的不行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，让人很难把持住啊。这个芝士可颂是最后一块了，我很想吃，你能让给我吗？拜托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给别人买的。我顿时像泄气的气球垮下了俊脸，心里笃定她一定是给男朋友买的。我连连叹息，拖着步伐走去玻璃柜前面，沈月月的眼神追随着我，大概是有些歉疚。我听人说他们这里的欧包也不错，你可以尝尝。随后她就离开了蛋糕店，我随即打包了一份，然后3两步的追上了她。刚转来这个学校，认识个漂亮学姐也是不错的。于是厚着脸皮去搭讪她。你也是尚德的学生吗？我是今天转学过来的。是的。一番了解下，我才知道她是高3的。我应该是高2的，反正不可能是高3了。什么叫应该？你连自己念高几都不知道吗？
因为我知道许之夏念的是高2，许妈妈为了让我们在一起培养感情，应该会安排我跟她同班才是。虽然我在美国念的是高1，但我觉得自己应付国内的学业还是没问题的。这可不好说，国外和国内的教育不同，你别小看了国内的程度。说着就走到了校门口，正要一起进去时，我被拦下来了。你不能进去，现在快到上课时间了，外人不能进校。小时候为了她青梅的伴侣，我说长大后要娶她，可我那傲娇的青梅表面装作嫌弃我，实际心里却在意的要命。本想着和蛋糕店邂逅的漂亮女孩一起去学校，不料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但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对方就是不肯放行。但是门卫认出了沈月月，我认得你，你是沈月月，对不对？沈月月笑着打了打招呼，需要帮忙吗，小学弟？谢谢了，暂时不用你帮忙。我对沈月月说着，然后掏出了手机给许之夏打了电话。喂，什么事？我被门卫拦下来了，他不让我进去，不相信我是转学来的。此话一出，电话那头许之夏却哈哈的大笑了。我被他这样的反应更是气坏了，正想吼他的名字，许之夏就收敛了。你等下，很快给你搞定。夏夏，是谁的电话？我突然听到他身边有男生的声音。你跟谁在一起呢？许之夏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，不想回答就挂了电话。顿时我十分生气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有人重色轻友。等了不到1分钟，门卫的手机就响起来了。他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，显然吓了一跳，态度恭敬的接听了。不一会，门卫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。不好意思，一场误会是我的错，您可以进去了，校长在等着您。我这才满意，大摇大摆走了进去。沈月月一脸的疑问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居然出动了校长？我嘿嘿的笑道：秘密，以后你跟我熟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沈月月轻轻笑了下。对了，刚刚门卫说认识你，你在学校很出名吗？算是吧。沈月月并没有详细说明，不想炫耀的意思。怎么样的出名法？因为你是校花吗？那倒不是，如果不算成绩的话，校花倒是有一个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也还不算校花，长得正好看。要是你都不算校花的话，等等，校花该不会是许之夏吗？听到我说出这个名字，沈月月眯了下眼。沈月月的声音有了些冷漠。你知道他？他在学校的人气很高吧？他说追他的人很多，你也是风云人物，虽然不同年纪，但应该也认识吧？认识，但是不熟。你也喜欢许之夏吗？花心大萝卜，我才不会喜欢他。真的吗？沈月月有些诧异，许之夏还以为我像其他男生一样，也是为他而来的。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要我选的话，我觉得你比他好。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是仗着有钱又好看呗。傲娇大小姐，谁喜欢那谁倒霉。沈月月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，不免有些讶异的看着我。你真有趣，我叫沈月月。江河，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几班，你告诉我你在几班吧，以后可以找你玩。可以，我在高3 S 班。好，我记住了，那我不耽误你上课了，我找校长报到了，等有空再找你玩，拜拜。说完，我便往行政楼走去。随后在班主任的带领下，我被分到了高1 S 班。难道我不是读高2吗？江同学，因为你在美国也是念高1，我们国内的进度比国外的快，如果你去读高2，很可能会跟不上进度的。我想想自己的学习成绩，也就不强求了。这位是新转来的学生江河，大家鼓掌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江河，2号女，以后请多指教我。听到我这样的介绍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。这个男生好逗啊！对呀，皮肤好白呀，没想到会是个大帅哥。我们的班草定位都打了。江河，你想跟哪个同学坐在一起，只要对方愿意都可以。老师这话一说出来，顿时让在场的女生都激动了起来。江河，你来跟我坐吧，以后我每天帮你买早餐好不好？帅哥，跟我坐吧，我可以当你的奴隶，随便你使唤。我靠，这个班这么开放的吗？我觉得他们都很有趣，但不会因此就心动。我们班上哪个女生最好看？听到这话，大家都愣住了，然后齐刷刷的看着某个位置，但表情都是有些怪怪的。我也望了过去，发现是靠窗那排最后面的位置，2个位置都是空的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。老师，我就坐在这里了。魏老师的表情也有点怪怪的。你喜欢就坐吧。这让江河越来越好奇同桌是个怎么样的人了。魏老师离开后，英语老师重新回到了位置上给大家讲课，无聊透顶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这时前面的女生凑了上来。江河，你是不是也听不懂啊？不然我们来聊天好了。好呀。S 班是什么班？是最差的班吗？女生挠了挠头。S 班要么是成绩最好的，要么是最有钱的，而其他都是普通班。最差的是 F 班，都是全校最差的，还有很多小混混在里面，你最好别招惹他们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对了，我叫苏小曼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黑了。新来的那个同学翻译下一段。很显然老师生气了。苏小曼有点同情的看着我，把自己的课本递给我。乱说就好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的。然后从我的嘴里吐出流利的英文，还带着点美国腔，跟老师那种中国式英语完全不一样，好听的让同学们都惊呆了。老师脸色更难看了，像是被羞辱了一把。
坐下吧。江河，你太牛逼了！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崇拜的目光。下课后，我觉得有些无聊，便打算去找许之夏。根据刚刚苏小曼给的情报，虽然不知道许之夏的成绩怎么样，但看他整天就知道谈恋爱，成绩一定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过许家可是超级豪门，有钱的不得了，不用说也知道他一定会在 S 班了。很快我都找到了 S 班的教室，就在后门探头看着，果然看到了许之夏那丫头，居然还跟一个男生打情骂俏的。这丫头太混蛋了，明知道自己第一天来学校，什么也不懂，哪都不熟悉，也不来找我，帮我熟悉熟悉学校，而是忙着谈恋爱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往后退回到楼梯口，一把拽住了一个女生。这位同学，你能不能帮我去 S 班叫一下许之夏，就说她老公找她，拜托你了。女生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书呆子，被我这么一电，呆呆的点头说：好的，我马上去。许之夏，你老公找你。原本还吵吵闹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，几秒钟后就看到许之夏黑着脸走了过来。江河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故意来捣蛋的，是不是？臭丫头，你只顾着谈恋爱，也不管我了。等着吧，今晚回到许家，我就跟你爸妈打小报告去。说着，我双手环胸。现在理亏的人是他。许之夏无奈的叹了一声：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你现在凑过来抱住我，在我的脸上亲一口，这事就算了。这时后面有不少人跑出来偷看，其中也有许之夏的男朋友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还对他做出亲热的举动，不就印证了他就是我老公这句话？不行，大庭广众的，你不害臊，我还要脸呢。许之夏，你变了，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不会拒绝我的。你现在为了别的男生就不在乎我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要走。许之夏叹了一声，伸手把我拉住，然后背到我的怀里，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吻。这样行了吧？我回头还得跟我男朋友解释，很烦的好不好？你就那么心疼你男朋友啊？我现在好歹也是你的未婚夫啊，你哄哄我怎么了？你明知道我最讨厌解释了，最烦的是这个。好了，报也报了，快回去上课吧，中午找你吃饭。不要，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大美女，等一下准备去找她一起吃饭。说完，我将许之夏从我怀里推开，一副利用完就抛弃的嘚瑟样。大美女，这整个学校最美的就站你面前。呀，我们傲娇的小公主吃醋了。我吃什么醋？我只是觉得你的眼光有问题。可心里想的更多的是，他真的认识了什么大美女吗？会是谁呢？我余光瞟了瞟他身后，确认那个男生正在冒火，便伸手摸摸许之夏的脑袋，还故意勾了他的下巴。我中午就不陪你了，晚上再宠幸你，拜拜。说着我就大摇大摆的走了，留下了生闷气的许之夏。后面上课我都是直接睡过去的。终于熬到了下课，苏小曼转过头看着我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睡得多香？我差点都要被你给传染了。走，干饭去。食堂在哪里？江河，你是不是属猪的？苏小曼忍不住吐槽我，两人聊了一个早上，现在就跟朋友似的。快点带我去食堂，你请客。好，请你。好呀。我突然惊呼一声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我还得去找个人呢。你找谁呀？苏小曼还没问完，就被我拉着往教室外面跑。你对学校比较熟，你带我去吧。高三的教室在哪？苏小曼看着我牵着她的手，表情有些微妙。你要去高三干嘛？我要去找高三 S 班的沈月月，你认识她吗？苏小曼露出了诧异的表情。你要找的人居然是他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你信吗？苏小曼震惊的眼睛都要吐出来了。啊，不会吧？她的神秘男友原来就是你，原来她真的有男朋友啊！我得到了事实的真相，还是忍不住的感到了遗憾，真是可惜了。原来你不是她男朋友啊！我刚刚逗你的，你这个都听不出来，以后还怎么跟我混啊？原来你是骗我的。沈月月神秘男友是怎么回事？都说了是神秘男友，只是传闻而已，该不会你也喜欢他？我才没有那么不道德呢！有男朋友的人我是不会下手的，只是朋友而已。到了高三 S 班，我随即拉住一个人问道：能不能帮我叫沈月月出来一下？又是找沈月月告白的吧？不过你来晚了，刚刚就有个男生叫她出去了，现在可能在哪个角落送情书呢？你明天再来吧，记得来早一点。但对方没给我机会解释，就已经离开了。看来今天是没缘分跟他吃饭了。几分钟后，苏小曼带着我来到了食堂，并一起吃了起来。刚坐下，就遇到了同班的同学。你们怎么在一起的？才认识一个上午，难道你们就看对眼了？其他的同学也暧昧的笑了起来，起哄起来。在一起。苏小曼社恐的低下了头。这时，同在食堂的许之夏也同样听到了声音，不经意的望了过来，看到了我的身影，当然还有我身边的苏小曼。这个女生就是他口里所说的大美女。就这样也叫大美女？他在心里鄙夷了一番。之前本来还有些在意我的那句话，现在看到了那女生的长相，什么在意都烟消云散了。随着许之夏的出现，所有男生都被吸引过去了。许之夏真的是好漂亮，举手投足都是贵族的气息，真不愧是我们学校的校花。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难道就没有其他人比她好看了吗？几个女生刚吃完就走过来。江恒，你要不就跟苏小曼交往了吧？看你们挺配的。说完，几个人还一起笑成一堆。我白他们一眼。苏小曼很好啊，我会考虑的，你们就不要八卦了。
等他们走后，苏小曼才扭头看向我。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瞥了他一眼，要懂得分辨我哪句是真话，哪句是假话。苏小曼郁闷了一脸。所以你刚刚那句是假话，还以为你真的觉得我不错，会考虑跟我交往的。苏小曼捂着胸口，一副难受的表情。我还想说什么，但正巧看到了从2楼走下来的许之夏，脸色有些不佳的看向我这边。江河，你该不会一直暗恋我吧？所以才这么想娶我？我还想说什么，但正巧看到了从2楼走下来的许之夏。真过分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和别人男生在一起。这时我注意到许之夏眼神往我这边在看，于是扭过头对着苏小曼夹起一块肉递了过去。来，张嘴。苏小曼头顶满是问号的看着我，快点张嘴。苏小曼也笑了起来，张嘴凑过来吃掉了我递过去的肉。真好吃。我赶紧催促道，那我要吃你那个，你喂我快点。说着，我余光忍不住的瞥了一眼许之夏的方向，果然，许之夏一边牵着她男朋友往外走，还一边在偷偷瞄我。苏小曼疑惑的开口：“你要吃哪一个？随便哪一个，快点。”小曼夹起一块肉递到我嘴边，快张嘴。这个时候，许之夏已经离开了食堂，我见他走了，也就失去了表演的欲望，推开了苏小曼的筷子。你自己吃吧，我不想吃了。怎么变得这么快啊？刚刚还一副跟我亲亲密密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说的那句是假话。苏小曼一脸的失望。你果然喜欢沈月月啊，刚刚还骗我说跟他只是朋友而已。我只是欣赏而已。很快到了下午放学，我拨了许之夏的电话，好在一拨就通了。你在哪儿？在外面。干嘛？许之夏那边有呼呼的风声，听起来应该是在开车。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学校了。已经回去了，干嘛不等我？哼，你不是有个大美女在身边了吗？让她送你回家不就好了？正好给你个机会献殷勤。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快给我回来，来接我回家。此刻我越想就越生气。许之夏，你不是说今晚一起回许家吗？你怎么能丢下我自己先走？小心我告诉你爸妈。哼，你是3岁小孩吗？还玩告状？正当我郁闷时，一辆跑车就停在了我的面前。这不是许之夏的跑车吗？姚江河一个人在呢，你旁边的大美女呢？原来这臭丫头是故意骗我了，说什么在外面，其实就是在旁边看着我吧，故意看我出糗的。于是我上了车，很快我们回到了许家。车刚开进去，就有一排的佣人站成一列恭迎我们。小姐，您回来了，张少爷，欢迎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两人刚走进去，发现客厅被布置得很喜庆，还请了不少人来，一个个都穿得很隆重。你们回来了，恭喜你们订婚。江河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婿了。我和许之夏一脸的懵逼。今天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是你们的订婚宴了，反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天办了吧。这时许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以后要好好照顾我们夏夏，知道了吗？我们把她交给你了，你就不能辜负了。许爷爷也点头，平时威严的脸上有着欢喜的笑容。能看到夏夏跟江河在一起，那我这个老头子就满足了。许之夏一脸不情不愿的模样，不过在许爷爷严肃的眼神下，他也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说不要订婚。我把他拽到一边去，不满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结婚了？”许之夏坏坏的笑着，踮起脚尖凑到我耳边：“江河，你该不会一直暗恋我吧？所以才这么想娶我？”我本来还因为他的靠近儿心跳加快了下，听到这话，直接推开他的脑袋。鬼才暗恋你的，我也是被迫的好吗？这样好啊，那我们来一起反抗。你也不想娶一个不喜欢的人吧？说到最后一句，许之夏自己皱了下眉头。这么多年，这家伙难道真的不喜欢自己吗？不是许之夏自恋，实在是因为他有自恋的本钱，身边围绕着的男生哪个不是对他痴恋不已啊？他就不信了，江河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能配合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订婚是铁打的事实了，你最好还是认命吧。我不担心啊，结婚就结婚了，多一个老公而已，没什么不好的。我故意用一张帅脸挨近他，做出一副要亲他的样子。喂，你干嘛呀？当我正想继续逗他，顿时回过神来，才发现几乎在场的来宾都看着我们。你看他们多亲密啊！是，你看小丫头还害羞了。这下真是糗大了，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演了一场亲热戏。他赶紧推开我往楼上跑去，身后传来长辈们的笑声。订婚宴结束后，我们刚回到高级公寓，这时许之夏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夏夏呀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们了，你那个公寓我让人改造了一下，你们是未婚夫妻了，以后就是一间房，这样感情才能尽快的培养起来，知道了吗？在得知以后要和江河睡一间房后，许之夏一脸震惊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我惊讶的声音：“我的房间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许之夏，我们家进贼了！”许之夏闻声赶过去，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露出了头疼的表情。妈妈，你怎么把江河的睡房也改了？那当然要啊，我可不准你们分房睡。许之夏叹了气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买了一些礼物放在床上给你们，记得去看看哦。你们都成年了，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晚安。许之夏亚麻呆住了，他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。两人一起进了卧室，果然看到床铺上放着一个大箱子。当许之夏打开箱子，瞬间传来尖叫声。
是什么东西啊？至于让你这么惊喜吗？正当我也好奇的凑上去，我整个人笑倒在了床上，真是笑死我了，太搞笑了。江河伸手进箱子里翻了下，满满的一箱。给我们这么多，得用到什么时候啊？许之夏瞪了我一眼，谁要跟你用啊？害羞什么呀？我们都已经是未婚夫妻了，来吧。许之夏精致的小脸猛地涨红，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胸口。江河，你这个好色鬼！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？难道你没见过这种东西？你那么花心，有过那么多男朋友？许之夏小脸瞬间涨红，低下头思索半天才憋出一句：人家还是第一次。唉，信不信由你。哼，讨厌你，江河。再也不理你了。其实许之夏说出来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这不是让他抓住把柄了？自己好歹也交过那么多男朋友的，要是传出去了，还以为自己有问题呢。唉。许之夏弯起好看的双眸，讨好的对我说道：江河，这话就当我没说过，你也没听过好吗？我贼贼的笑了起来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得听我的话，那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听到。老公大人，你说什么我都照办。说着，许之夏在我的脸上吧唧一口，这态度还差不多，我很好说话的，不会为难你。那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我嘿嘿的笑着。以后这个房间是我的，你是沙发。许之夏的笑容僵住了，不敢置信的看着我。我好歹她也是个有钱的大小姐，睡惯了热乎乎软绵绵的床，哪可能睡得了沙发？你刚刚说的，我说什么你都照办的，不许赖皮。好，我信守承诺。我抓起一颗枕头塞到他的怀里，对他挥挥手。那么晚安了。这许之夏轻轻哼一声，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。到了晚上，江河刚洗完澡，正躺在床上，这时手机突然响了。今天跟你去食堂吃饭的女生，就是你所说的大美女吗？你现在的眼光还真是差呀，那种都叫美女。哼，怎么吃醋了？我吃什么醋？那种货色能跟我比？我说的大美女不是她，只是我的大美女没时间陪我，所以才找了班上的同学一起吃饭的。我又忍不住地想起了沈月月，考虑着明天要不要再去找她一次呢？像她那么受欢迎的女生，如果不在她面前多出现，巩固自己的印象，说不定她很快就忘记我了。你那个大美女是谁？我就不信了，学校里还有比我美的。就是不告诉你，反正我知道学校不止你一个小花。你是不是喜欢她？江河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老公。拜托了，亲爱的老婆大人，你自己好像也有不少男朋友吧？总之呢，我不会阻拦你去谈恋爱，你也不要妨碍我跟美女交往。好，那我们拉钩。这一刻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小的时候，两人经常在一块，亲密无间。许之夏突然来到房间，面带微笑。这沙发虽然躺着也挺舒服的，可是睡觉不方便。你忍心看我失眠，那明天就不用上课了。这丫头是想打温情牌啊！许之夏拉着我的手，还像是撒娇似的对我晃着。好好好，让你进去睡行了吗？真受不了女孩子撒娇。许之夏顿时翻脸，装作嫌弃的样子。谁要跟你睡觉啊？我们是各睡各的。你别晚上偷袭我就好，就怕你半夜忍不住垂涎我的身子。你再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很识相的闭嘴了。快休息吧。翌日早晨，我张着惺忪的眼睛，伸了个懒腰。对了，今天要去学校去找沈月月。想着大美女，我的睡意就跑光光了。这时面前是一张放大的脸，因为没有心理准备，所以吓了一大跳。许之夏那张俏脸跟我只有不到几公分的距离。昨天还好意思叫我不要偷袭你，自己却来偷袭我。我一边说着，还一边用手指捏了捏他的鼻子。许之夏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你看清楚了，这边床是我的，是你偷袭我才对。我愣了下，这才看向了旁边的床铺，果然空着一大半的床。我有些尴尬。许之夏看好戏的逆着我，等着看我怎么承认是自己的错。什么这边床是你的？你别忘了这整个卧室都是我的，这一半棉床也是我暂时借给你的，所以它还是属于我的。许之夏顿时语塞，嘟着小嘴，怪可爱的。看着他的表情，我笑得可开心了。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那就去睡你的沙发。OK， 你赢了。同时许之夏也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把卧室的主权给抢回来。于是两人起了床，许之夏坐上驾驶位，就见我在外面拉着车门，却拉不动。车门怎么打不开？车是我的呀，干嘛要载你？只要你用卧室的使用权交换我，以后要我天天载你去学校。不要我不答应，你有本事就丢下我不管。结果我威胁的话还没说完，许之夏就启动了引擎，然后炫酷的跑车就在我面前直接的开走了。你这个臭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轰轰轰的引擎声，刚刚已经离开的跑车倒着回到了我的面前。上车吧。我还有些赌气，我俩看上去特别幼稚。许之夏不免觉得好笑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记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刚才脚不听使唤，改天请你吃饭赔罪。看他态度毕竟诚恳，我这才微微消气。终于快到学校了，突然一抹娇小的身影落入了我的视线，是沈月月，她又进了昨天那个蛋糕店。停车，快点停车！什么事啊？还没到呢。许之夏还是听从我的指挥，把车停靠在了路边。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出现在校门口呢。这时我溜下了车，然后就走进了旁边的蛋糕店。许之夏愣了下，正准备启动车子，但动作顿了一下，总感觉有点奇怪。
而此时蛋糕店内，我笑得阳光灿烂，走到沈月月的身后。早上好啊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对啊，看来我们很有缘分。服务员给我们打包好，随后两人一起离开了蛋糕店。你平时都在这里吃早餐吗？偶尔来。其实我昨天有去你班上找过你，你同学说你被男生叫出去告白了，是真的吗？我八卦之魂涌了起来。我拒绝他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沈月月说得很淡定。也没什么，就是想说我不熟悉学校，想找你当个向导。对了，我在高一 S 班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。沈月月听到我在 S 班，心里证实了我确实是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。两个人一起走到了校门口，这时听到两个门卫正在聊天。你以后要醒目一点，别像小李那样不小心得罪人就被炒了。沈月月猛地站定住了脚，皱起眉头转向他们。你说被炒了的那个人是昨天的门卫吗？老门卫愣了下，显然也是认出了他。是啊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他什么时候被炒的？因为什么被炒的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内部的事，不方便告诉你。可就算他不说，沈月月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沉着脸点头，然后往前走去。沈月月，你等等我呀，干嘛突然走这么快？我跑到他面前，张开双手拦在他面前。你怎么了？那个门卫是你亲戚吗？那个门卫为什么被炒的？你说你不知道？你想在我面前装糊涂吗？什么呀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此刻他的态度好像在说，那个门卫被炒了是我的缘故。你忘了吗？我是昨天才转学来的，我又不认识他，跟他无仇无怨的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无仇无怨。昨天他拦下你的时候，你很生气不是吗？你如果不是有什么身份，校长会亲自接待你吗？沈月月声音渐渐变冷。有钱有势的你，随便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这样很有趣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跟仗势欺人的人做朋友。沈月月丢下这句话直接离开了。我委屈地看着她的背影。明明之前吃早餐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？到了教室，我趴在桌子上闷闷不乐。苏小曼转过头看了我一眼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于是我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她。很可能是感同身受吧。什么意思？你确定你跟月月是朋友吗？连她的身世都不知道。她的身世怎么了吗？她家境很一般，又是单亲家庭，好像是说她妈妈以前打工的时候被有钱人欺负过，所以她对有钱人很反感。难怪她刚刚为那个门卫抱不平的。昨天你也看到了，天天有男生去向她告白，而且这些男生几乎都是富家少爷，所以都被拒绝了。我大概知道沈月月为什么那么生气了，以为我不满那个门卫，所以让学校把她解雇了。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上次有个学生惹怒了许之夏，还不是被退学了。这时我突然震惊了一下。你说的许之夏是那个小花吗？是啊，怎么啦？许大小姐在学校可是有绝对权势的，她父亲是尚德的校长，等于可以说尚德是他家开的。此话一出，我亚麻呆住了，我心里隐约有了结论，很可能是之前许之夏为了替我出头，把那个门卫给炒了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和沈月月产生误会后，我决定去找她。终于熬到下课，我飞一般的跑去了高三教学楼，想去找沈月月。高三的班门口，我叫住了一个女生，刚好就是昨天那个女生。你好，能帮我叫一下沈月月吗？就说江河找她，谢谢。今天这么早来告白了，不错，有诚意。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，帮你一把，我觉得你挺有机会的，好好把握，征服他这块冰山。我在外面等着，没想到他竟然出来了。你有事吗？他的态度有些冷漠。我有话跟你说，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好吗？拜托了。沈月月看到我态度诚恳，于是点点头。我俩走出了教室，到了教学楼旁边的一个空地上。关于那个门卫被辞的事，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件事，我并不知情。那我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，我会去想办法解决的。还有你今天那样对我说话很过分，知道吗？你根本就不清楚整件事，就把罪过安到了我的身上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现在也很生气。说完，我哼了一声，就转身准备走了。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沈月月一直凝视着我认真解释的俊脸，还有那份执着和倔强，让她的眸双微微震动了下。见我要走，她突然伸手拽住了我的手腕。对不起。我身体顿了下，却耍脾气的没有回头。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原以为你也像其他男生那样是有目的接近我的，所以我就下意识的把你当成那种有权势就无法无天的贵公子。对不起。沈月月自责地低下了头。你的道歉，我保留了考虑的权利。说完，我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沈月月定定地望着我的背影，久久没有收回视线。离开后，我去了校长的办公室。虽然上课铃声已经敲响了，但我无暇顾及，直接闯进了校长办公室里。校长叔叔，我有事找你。你不能进。校长看到是我，立马转换成了笑脸。是江同学啊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秘书也是目瞪口呆。大概是除了许大小姐之外，第一次看到校长对一个学生这么讨好。我满脸怒意。校长叔叔，你为什么要炒掉那个门卫？是许之夏下的命令，对不对？江同学啊，你是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说说还想怎么样？要扣发他的工资吗？还是要封杀他？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了。
我马上照办。听到他这话，我简直要气坏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想要对他怎么样，我不想辞掉他，你重新聘请他，让他回来工作。校长的表情有些为难。这个不好办啊，这个是许小姐的命令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商量一下，有了结果再跟我说好吗？果然是许之夏那丫头干的。我郁闷了一脸。他之所以要炒掉那个门卫，也是想为我出气而已，所以只要我不介意就好。校长叔叔，你让那个人回来工作吧，拜托。不行！忽然一句清冷的声音传来，只见许之夏推门而入，冷着脸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来的？你刚刚说的话我不同意。说完，他转头凛然地看向校长。校长，我辞掉的人不可能再聘请他回来，听清楚了吗？看到许之夏突然的出现，校长也是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许小姐，我绝对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办的。许之夏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那个门卫跟你有仇吗？你为什么要断人家的工作呢？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，你倒好，我辞掉的人你又给我聘请回来，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我没有要你这样给我出气。你是为了那个沈月月对不对？什么呀？我搞不懂的看着他。你认识沈月月？他跟我有过节，我能不认识他吗？江河，你怎么就这么甜呢？看到一个长得好看的就不顾一切的扑上去。我只是把他当朋友而已。还说没有，你们拉拉扯扯的视频都已经传遍整个学校了。许之夏拿出了手机，我惊呆了，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动作确实是拉拉扯扯的。你昨天说要找她一起吃饭的大美女就是沈月月，对不对？你从昨天才认识，就这么喜欢她了吗？江河，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顿时江河的内心瞬间跌到谷底。在面对许之夏无端的指责，我内心无比崩溃。我并没有解释，转身就走。许之夏顿时眼中怒火翻涌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我一个人在楼梯的角落里努力的平复着心情。从小到大，许之夏从来没有这样严厉的训过我，尤其是他居然这样误会我，自己只是欣赏沈月月而已，又不是想追她，更没想过把沈月月从她男朋友的手里抢过来。自己独自一人坐在楼梯上发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就在这时，一双修长的腿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，我愕然的抬起头，没想到站在眼前的人居然是沈月月。你没事吧？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我猜的，没想到你真的来找校长了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成功。我本来想叫校长给那个门卫复职的，但是没想到许之夏突然出现，不准校长帮我。我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你的。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你想去哪？我陪你去。那你不上课了吗？沈月月淡淡一笑，不上了。其实我有时候也不太喜欢上课，这样很奇怪吗？江河也是摸了摸脑袋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在学校晃荡太显眼了，不如我们出校园吧。好啊，走。那你跟着我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出去。这时沈月月带着我来到后门，正对着是一堵墙。是不是从这里翻过去就是学校外面了？没错，沈月月解释着，还从旁边一个角落拿出了一个小梯子。他看起来就是个3好学生，谁能想到还有逃课这么一手？另一边，高2 S 班上，谁都能感觉到许之夏的低气压，还有他难看的脸色，都没人敢凑过去。于倩，过来，夏姐有什么事啊？你去那边看一看江河在不在班里，他有任何情况就告诉我，但不准让他知道你的存在，听到了吗？于倩连忙的点了点头，于是立马跑出了教室。这时许之夏男朋友蒋文明朝许之夏的方向走过去。夏夏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许之夏本来就挺烦的了，压根不想理会他。肯定又是那个叫江河的男人，我帮你讨回公道。你从我面前消失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蒋文明震惊又错愕的看着他，好一会才回过神来。夏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生气嘛。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分手？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再是男女朋友。对蒋文明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的打击，可是对于其他男生来说，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了。许之夏又单身了，蒋文明快滚出去！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了？夏姐都叫你走啊，你还死皮赖脸的缠着她。就是没看出夏姐都嫌弃你了吗？你还当自己是谁？快点滚！不要在这里碍夏姐的眼。蒋文明的脸色顿时煞白，双拳紧握，他哪里承受过这样的屈辱啊？转身便灰溜溜的走了。都给我闭嘴！心里为什么有股说不出的不安？要不自己亲自去找那家伙算了。就在这时，于倩急匆匆的跑过来。夏姐，你让我找的人他不在班里，我问过他班上的同学，说他第1节课下课后就出去了，然后就没回来过。你说什么？他没回班里？他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这个叫江河的男生到底跟夏姐是什么关系？居然能让夏姐这么在意他，就算翻遍整个学校也要把他找出来。于倩点了点头。那家伙该不会得罪了夏姐吧？第一次见夏姐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于倩很快就去门卫那边打听了，今天没有学生中途离开过学校。听到消息后，所有跟班翻遍整个校园找人。虽然尚德的校园非常大，但以许之夏的势力，要找一个人出来并不难，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夏姐，整个学校找遍了，没有。怎么会找不到？怎么会找不到？
那他人呢？能找的地方都找了，每个角落都找了，就连老师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找了，可是就是没找到人。他可能不在学校了，不在学校了。难道他还有翅膀能飞出去？门卫都说了，没见过江河离开学校，他才刚来尚德，怎么可能知道别的方法能够出去？对了，夏姐，学校不是有监控录像的吗？从这几个地方找，说不定就有线索了。知道。许之夏大声说着，便朝校长办公室走去。办公桌后面的椅子被许之夏霸占了，校长只能陪笑地站在旁边。这个就是学校的监控系统，一共有300个监控点，你可以随便查看。居然这么多！很快的，许之夏调出了于倩所说的那几个地点。现在的许之夏仿佛能一目十行，眼睛不眨地盯着几个视频。找到了。许之夏把找到的视频放大，能清晰地看到就在体育器材室的门口，我跟一个女生走了进去。这个女生不就是沈月月吗？怎么会是她？砰的一声巨响，许之夏一巴掌拍在了桌面。亏自己还那么担心她，这家伙倒好，居然是跟沈月月在一起。看来在他的心目中，那个刚认识的沈月月比我这个青梅竹马还要重要。于倩和校长都僵硬着，连呼吸都像是屏住了。另外一边，我和沈月月进去了一间台球室，迎面来的是一位大姐姐。你居然带了男生来，男朋友吗？是朋友，你别乱说。小帅哥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看在沈月月是我员工的份上，给你们打5折。我有些诧异，难道沈月月没有带她男朋友来过吗？还有沈月月难道在这打工？我现在周末就会在这里做兼职，补贴一下家用。你现在高3了，居然还要在外面打工，却依旧能考到第1的成绩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沈月月笑了笑，真要不我们来一局，赢的人可以提一个要求，但前提是不能太过分。沈月月同意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沈月月的球技相当了得，不一会就清台了。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怎么能这么准？在这里打工，有时候会被要求陪客人一起玩，所以就练出了手感。既然打赌了，那当然就要愿赌服输。你别担心，我不是输不起的人。沈月月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，没见人输也输得这么认真的。玩了一下午都有点玩累了。我和沈月月分开后，我回到学校，学校正好放学，我站在校门口四处张望着，不知道许之夏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又躲在角落里等着我。可我站在门口等了10几分钟，天色渐渐多暗了，但都不见许之夏的身影出现。就在这时，早上遇到的那个新来的门卫走了过来。这位同学，你是在等许小姐吗？她还没放学就已经走了。臭丫头居然丢下我自己回去了，明明是你对我说了过分的话，让我伤心的，那我就不回家了。在我知道许之夏丢下我回家后，我立马来到当地最豪华的酒店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想入住什么类型的房间？我要最好的总统套房。先生，您确定吗？我们酒店的总统套房1夜的价格……我立马拿出许之夏的附属黑卡。前台小姐一看到那张黑卡，赶紧恢复了职业的微笑。请稍等，马上为您办理。不一会我来到房间，我累得瘫倒在沙发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许之夏见江河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气得直跺脚。他居然还没回来，该不会跟沈月月在外面过夜了吧？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正是酒店消费信息。许之夏看到后顿时涨红了脸。江河，你这个笨蛋，跟他才认识多久，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，连家都不回。显然现在已经不是赌气的时候了，他赶紧开车前往短信中的酒店。这时许之夏眼里忍不住泛起了泪花，显然许之夏已经想到了最坏的情况。20分钟后，许之夏来到了酒店，酒店经理通过监控看到那台红色保时捷顿感不妙。这不是徐小姐的保时捷吗？酒店经理见到是许小姐，立马恭迎上来。徐小姐有失远迎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半个小时前有个男生过来开了房，我需要他的房卡。经理有些为难，毕竟这是不合规矩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徐小姐，里面的客人是您什么人？你让前台查一查，就知道他用的是我的卡。还有，我想知道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登记，还是跟别人一起来的？我要马上知道。好的，我马上叫人查。许之夏在经理的带领下来到了房门口。其实许之夏内心也是复杂的，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徐小姐，前台说了，这位先生是自己一个人来登记的。此话一出，许之夏才是真的放心了，知道自己误会了。其实早上的事情，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，等会多哄哄他吧。没等太久，就有人送了房卡上来。没事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好的，徐小姐。我睡得正香，突然滴的一声，是房卡感应的声音。这时我看到了许之夏，两眼瞪得巨大。你怎么会有房卡的？这间酒店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因为我跟经理说你是我老公啊，你用的黑卡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很生气，你要是不道歉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许之夏想起今天发生的事，心里也不是很愉快的。他拉起我的手，不停地摇晃着，带着一丝撒娇的语气说道：“对不起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怎么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”听到他说了对不起，我心情变得好多了，也不再那么生气，但我还是要为自己解释一下。我只是把沈月月当朋友而已，
她有男朋友的事我知道，我怎么欣赏她的，也不会破坏她跟她男朋友感情。许之夏观察着我的表情，他知道我不是个说谎的人。那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你跟他一起逃课了？是不是你们一下午都待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们去哪儿了？都做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逃课了？我只是不开心，出去散心了而已。你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要任何事情能够瞒得了我，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夫，可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是有一堆男朋友？其实我跟那些男生只是单纯的交往，连嘴都没亲过。再说了，我跟现在的男朋友也已经分手了，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了。昨天不是还在打情骂俏，怎么今天就分手了？还不是为了你。说完，许之夏就往浴室走去，留下一脸懵逼的江河。你干嘛？洗澡啊，我也不回去了，今晚就在这里过夜，反正明天也是周末，不用早起。你干嘛要在这里睡啊？快回你的公寓去。但许之夏像是没听到一样，已经走进去洗澡了。算了，爱咋的咋的，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我实在是困得不行，便倒头就睡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许之夏的小脸又近在咫尺。我不解地皱起眉头，怎么跟许之夏睡在一起的时候，每次都会变成这样呢？随后我把许之夏从我怀里挣脱开。喂，醒醒！我捏了捏她的小脸蛋。许之夏虽然头发有些乱，但看上去更有几分凌乱美的感觉。我先起床了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但许之夏也没有睡多久，就补了10几分钟的眠而已，便起床了。不多睡一会儿，我点了你喜欢吃的，快点吃吧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么好心，有什么阴谋？今天陪我去游乐园玩一天怎么样？带你去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吗？卧室的使用权给你一半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吃完早餐过后，我们就离开了酒店。就在这时，酒店的拐角有一个镜头正对着我们咔嚓咔嚓的拍摄，不过我们两人都没有发现。这2天周末和许之夏玩得很开心，两人间的关系也悄然间更近了一步。时间到了周一，我进教室刚坐下，苏小曼就转过头来：江河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跟沈月月告白是真的吗？他答应你了吗？我这才想起来还有视频那回事。当然不是真的，你也看到那视频了吗？我只是找他有事而已，不是告白。这件事你最好想办法澄清一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这也没什么需要澄清的吧，八卦而已。但苏小曼可不这么想，她的表情好像这件事很严重似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沈月月的爱慕者很多，很可能会对你怎么样。放心吧，没人敢对我怎么样。对了，周五那天听说许之夏翻了整个学校来找你，又和蒋文明分手了，现在都在传许之夏喜欢的是你，你是他的下一任男朋友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不由开心的偷笑起来，低着头给许之夏发了一条短信：江河，那如果他主动追求你的话？没等我回答，上课铃声就响了，我赶紧推了苏小曼一把：你快坐好，老师来了。苏小曼没得到答案，整个人难受的不行。那下课后再说。然而一到下课，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惊讶的咦了一声：我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。苏小曼知道是跟我收到的短信有关。是谁发给你的短信呢？我哪可能会告诉他，直接快步的走出了教室。然而拐到楼梯正要下楼，就遇到3个男生朝我走来，气势汹汹的，一看就是来者不善。你就是江河吧？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叫江河。说完，我准备转身就走，抓住他。然后他身后的2个男生就扑了上来，一人一只手的拽住我，不让我走。你们干嘛都说你们认错人了？我叫蒋文明。你当我傻？不认识蒋文明？可就在我反抗的时候，手里攥着的手机掉了下来，为首的男生走过来抢先捡走了手机，正好看到了最新发来的短信，而发信人是沈月月的名字。你还敢说你不是江河？你个混蛋，居然还敢觊觎月月学姐！